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经济资本学，废墟上常出的100亿影帝，颜值是最小一块拼图。我问朋友，肖战这么红，只是因为长得帅吗？作为肖战的粉丝，他说了一些让我意想不到的话。他说，当初喜欢肖战的确是因为他帅，可是娱乐圈里最不缺的就是帅哥。在废墟中重生，归来依然是顶流的，却只有肖战啊！先不说今年《藏海传》的爆火，仅几年前的《陈情令》播放量就超100亿了。帅只是肖战最不起眼的一个优势。肖战的故事有点长，但请耐心看完。荆棘中的种子，一个素人倔强生长的故事。还记得2015年吗？那时的肖战揣着一份对舞台朴素的向往，就一头扎进了《燃烧吧少年》那片五光十色却暗流汹涌的江湖。那感觉就像把一个没受过游泳训练的人直接扔进了深水区，周围的选手都是训练有素的浪里白条，那份压力沉甸甸的压在肩头，喘口气都困难。他那点舞蹈底子薄得像层窗户纸，多少次在淘汰边缘徘徊，观众席上那颗心也跟着悬在了嗓子眼儿，那份揪心，恐怕只有亲历的人才有资格轻叹。训练起来更是玩命，膝盖青了紫了是家常便饭，指甲劈了掉了也不稀奇。可他倔啊，咬碎后槽牙也往肚里咽，愣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蛮劲儿和韧性，硬是从荆棘丛里挤了出来，终于成了 X9 少年团里那个闪闪发亮的主唱大人。原以为出道就能拨云见日了，生活的剧本可没这么轻松。公司的天平似乎天生就没往他这头偏过。想想他在《超星星学园》里的角色，那点戏份，说句龙套都不为过。观众看完大概就剩个模糊的印象，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换作旁人，兴许也就躺平了。可肖战骨子里那股轴劲儿上来了，他选择了艰难的那条路，自救。怎么救？自己掏腰包飞去上课学表演，笨鸟先飞总有机会。为了镜头前好看点儿，硬是狠心扒拉着把身上24斤肉减掉了。那份狠劲儿和对自己的严格，听着都让人心疼。更绝的是，他成了个移动剧本库，口袋里永远揣着8本写得密密麻麻的武功秘籍，上面全是他对角色的琢磨和理解，这成了他辗转剧组间的护身法宝。正是这份刻进骨子里的死磕劲儿，让他在小成本网剧《我的皇帝陛下》里，把配角北堂漠然演活了，意外的在 B 站收获了一大波自来水自发安利的粉丝。大家奔走相告，快去看那个王爷，演得真绝了。可惜啊，这小荷才露尖尖角，盼来的并不是公司的及时雨。换别人这么强，公司早捧了。可轮到肖战，一点宣传都没有。更叫他寸步难行的是老东家挖机设下的重重路障。2018年，肖战凭着自己独特的吸引力，引得 Gucci、卡地亚这样的大牌向他抛来了橄榄枝。眼瞅着就要尝到甜头了，公司一纸冷冰冰的律师函砰地砸下来，把这刚冒芽的代言希望按得死死的。同一年，他自己悄悄筹备刚刚有雏形的小战绩工作室，像春天里刚拱出土的嫩芽，还没尝结实就被公司一脚踩扁了。转眼到了2019年初，眼看着柳暗花明，他豁出去才拿下的《陈情令》就要播出了，这可是翻身仗啊！可公司偏偏在节骨眼上给他泼了盆冰水，把他雪藏了。公开活动受限不说，连去快乐大本营这样重要的节目，差旅费都得自掏腰包。眼睁睁看着板上钉钉的商务合作一个接一个泡了汤，那份酸楚，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难上加难。盛夏的焰火与紧随的寒霜，顶流光环下的隐忍。谁曾想，
2019年的那个夏天，陈情令像点着了整个夏天，瞬间点燃了全网乃至全球观众的心。肖战用一场虎口夺食般拿到的魏无羡，让所有人记住了他，一跃站上了闪耀的山巅。这份风光没有半分是公司喂到嘴边的资源，完完全全是他凭着一腔孤勇闯出来的。连挖机的创始人事后也只能带着点事后诸葛亮的感叹承认，我们真没想到他能红成这样。这部剧带来的热度，让肖战的商业价值瞬间坐上了火箭，身价这个词都不够形容他如日中天的势头。这光芒亮得刺眼，却也没能化开眼前的雾。来自公司的拦路虎依然如影随形，成了他想要自由翱翔时脚上那根无形的拽着的绳子。就在那个顶着巨大雪藏压力、前途布满阴霾的5月，肖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一纸诉状把老东家告了。这不是小打小闹，他是真豁出去了，签了风险自担的军令状，接下了 Olay 品牌的代言，甚至私下里动了变卖房产的心思，就为了攒下那笔万一败诉可能让他倾家荡产的天价违约金。这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架势，带着一股悲壮的勇气，却也格外让人动容。那天他在绿洲发了条动态，简单，背后全是心酸。命运的剧本总有巧妙的安排。2019年9月29日，注定是个值得点亮的日子。肖战个人工作室咕咕坠地正式宣告成立。几乎是同一时刻，他主演的电影《诛仙》也传来捷报，票房像匹黑马，一路狂奔冲破了4亿大关。这双喜临门，是用巨大的金钱代价换来的新生证明，但也终于他能稍微松一口气，在自己影视、音乐、商务的路子上，开始尝试握紧一点方向盘的滋味了。至暗寒冬与心中的光点，沉潜与破冰之旅。然而，娱乐圈的风云终是难测。2019年末，那抹还未散尽的烟火余温尚在。2020年初，一场堪称大地震的227事件便如海啸般席卷而来，瞬间将他卷入了最冰冷的海底。广告代言如潮水般退去，作品遭遇了铺天盖地的抵制冷箭。他的演艺事业仿佛一夜入冬，坠入了冰川期。那段日子昏暗又漫长，可肖战啊，他没有选择消失，而是选了一种安静的力量沉潜。在话剧《如梦之梦》厚重舞台幕布之后，像一个学徒，反复打磨着自己的演技，让表演的颗粒度越来越细腻。那份专注，是在寒冬里默默积蓄的能量。更让人心口一热的是，在几乎不被所有人看好的寂静中，他的单曲《光点》突然爆发，震撼地创下了吉尼斯销售纪录。这不仅是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更像是对那些漫长寒冬日子一声响亮的回答：光一直都在。而粉丝们汇聚成的那片震撼人心的红海灯海，更是那个冬天顶底最温暖的景象。那千万盏灯光汇成的星河，不只是为他照亮了回来的路，也照亮了很多颗共同经历寒冬的心，告诉我们，陪伴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力量。10年莫见终成风，自由的种子在掌心发芽。时光静静流淌到2024年，早已单飞并站稳脚跟的肖战，步履更加坚定沉稳。他更进一步，亲手播撒下属于自己的种子，创立了个人公司竹报。这不再是借船出海，而是真正的扬帆起航。他亲自掌舵影视项目梦中的那片海，与国际美妆品牌 EVELOM 的合作大旗，也堂堂正正地插上了竹报的印记。每一步都走得清晰有力，如同解开的绳索，慢慢切断了与老伙伴星裔的关联。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在他手中一点点绘就，轮廓分明。终于，在2025年7月18日，发生了一件也许会被很多人忽略的小事：肖战悄悄地
更改了他的微博名称。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却像是一把精巧的钥匙，咔嚓一声，轻轻旋开了那最后一道无形而沉重的门锁，彻底结束了与哇唧唧哇和 X9 少年团长达10年的合约羁绊。属于他个人的社交世界，从名字到运营，完完全全、实至名归的归回了肖战自己手中。10年征途，从懵懂闯荡的少年，到如今执掌风云的舵手，这场漫长而艰辛的跋涉，终于在这一刻稳稳当当的落了的，生了根。回看肖战这一路，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明星的奋斗史了，在很多人眼里，这更像是一个明亮的镜子，照见了一个平凡个体如何在看似坚不可摧的资本巨轮和呼啸奔涌的流量狂潮中，进行的一场长达10年的破茧壮举。欣赏他的人会由衷感佩，看他如何在惊涛骇浪中用法律作舟，艰难谈判未讲，在以精明的商业布局未翻，上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虎口脱险，把那句掷地有声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用10年的血泪与汗水一笔一画地刻在了人生的底片上。肖战的故事是一曲荡气回肠的凡人逆袭乐章，却也像一面诚实的镜子，映出了这个圈子底色的无奈。追寻梦想的星辰，有时需要借来巨大的火光才得以点燃。可那燃烧自己照亮星空的漫天烟火啊，无形中也织成了一张名为关注与期望的网。每一寸光滑都轻，合在一起却也有些沉甸甸的分量。但请相信，那颗勇敢的心会在星光与网之间找到自己舒展的方向。敬自由，敬肖战自由，愿你此生都自由。